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易經頻道噶。咁第呢集咧，同大家睇一個大陸嘅案件啦。呢個案件咧就係話到啊，有一個15歲嘅少年啊，為咗救同學而浸死咗啊，但係反而咧係俾佢救翻上嚟嘅同學嘅屋企人咧大鬧佢抵死喎。到底後來個結果係點樣呢？好啦，咁呢個故事呢，就發生喺2010年6月7號啊。咁當時係一年一度嘅高考開始嘅日子啦。喺高考期間，好多學校就因為指定做咗高考嘅考點而需要屯門市六中返學嘅初中學生安豐龍同其他同學一樣，接到學校嘅放假通知。安豐龍1995年出世，佢阿媽杜秀梅係一個好安安分分嘅車間勞動工人，同佢老公一齊做嘢啊，撐起呢個三口之家啦。杜秀梅由細到大呢，好錫呢個仔嘅，而安豐龍亦都好聽話，而且佢從來冇為屋企帶嚟過啲乜嘢大麻煩。佢細細個懂事開始就明白到父母辛苦，雖然出生係一個叫做衣食無憂嘅普通工薪家庭啦，但係安豐龍由細到大都好勤力讀書，好聽話，好懂事啊！而且考入咗六中之後，喺班上邊一直都係成績名列前茅嘅好學生。佢同啲同學嘅關係都非常之好。喺2010年高考放假呢一日，安豐龍本來就打算翻屋企休息啦。咁翻到屋企之前呢，懂事嘅安豐龍仲打咗電話俾自己阿媽杜秀梅，就話因為學校高考放假，自己呢係需要提前翻屋企啊，就叫阿媽呢秀梅翻屋企食午飯。咁仲話自己呢要去農貿市場買餸，整一個大餐嚟俾佢阿媽食嘅。見到個仔咁生性咁懂事呢，佢阿媽杜秀梅好開心啦，好欣慰啊！個仔安豐龍一直都係佢堅持努力工作嘅唯一動力啊！喺佢心入邊，只要個仔能夠好好翻學，有個好嘅前途呢，自己就算再辛苦再攰都係好值得噶。但係呢一日啦，杜秀梅喺車間嘅工作好多，一時間行唔開啊！雖然佢又好想同個仔翻屋企一齊食飯，但係為咗揾多啲錢呢，杜秀梅都係話俾個仔知自己要喺廠度食飯啊，叫佢自己整啲嘢食啦，等夜晚收工翻嚟，成家人再一齊好好地食嘢啊！但係杜秀梅冇諗到啊，呢一個電話就係佢同個仔最後一次通話，最後一次聽到個仔把聲啊！杜秀梅 cut 咗個仔電話線之後，就喺廠入邊嘅食堂嗰度食咗少少嘢啦，跟住休息咗一陣就繼續做嘢啦。去到下午啱啱翻工嘅時候啊，杜秀梅就收到一個電話，呢個電話令到佢好不安，原來就係安豐龍嘅初中班主任打過嚟嘅。咁呢個電話呢，就話俾佢知安豐龍出事啊，有個仔班主任扮做鎮定嘅口吻入邊，杜秀梅知道個仔中午冇翻屋企，而係同咗幾個同學一齊去河邊玩啊，結果出事啦。安豐龍個班主任話俾杜秀梅知，佢哋嗰邊已經報警啦，同埋盡力去搶救緊幸存者，但係安豐龍仍然未揾到，需要佢快啲去到事發地點啊！聽到呢個消息，杜秀梅成個人嚇到攤咗喺地下，佢仲有少少希望嘅，認為個仔一定會冇事啊。於是乎呢，好心急咁樣去到個仔同同學游水嘅河邊啊，但係救援隊救咗成日啦，都未揾到安豐龍嘅蹤跡啊！咁無奈之下，現場搜救人員只能夠宣布救援結束，但係杜秀梅唔肯接受呢個事實啦。佢認為個仔一定仲喺度噶，就沿住河邊自己一個人一直喺度揾啊。過咗幾日啊，就竟然喺事發現場嘅下游揾到一個少年嘅屍體啦。咁呢個屍體經過鑑定就係安豐龍啊。到底安豐龍點解會浸死呢？死咗之後又發生啲咩事？點解會俾人話佢抵死嘅呢？咁直到見到個仔安豐龍條屍嗰一刻，杜秀梅呢一個時候可以講得上係萬念俱灰啊！佢見到條屍
就知道自己個仔真係死咗，永遠離開呢個世界啦。而早2日嗰個電話就係最後一次同個仔傾偈啊。從此之後呢，佢就永遠再見唔到佢呢一個仔啊。所有嘅幻想，所有嘅希望完全變成泡影啦。咁之後搜救人員宣布救援結束呢一刻呢，杜秀梅已經係接受個仔離開咗佢嘅事實啦。咁喺停屍間睇住個仔冷冰冰嘅遺體，除咗唔開心悲痛之外，佢最想搞清楚嘅就係個仔浸死嘅真相。喺杜秀梅嘅印象入邊啊，個仔呢好中意游水噶，平時水性都還可以，但係點解會出事呢？咁通過對個仔嘅同學嘅詢問之後，杜秀梅大致上搞清楚個仔浸死嘅來龍去脈啦。原來6月7號高考放假嗰一日，安豐龍原本打算翻屋企同阿媽一齊食飯嘅，但係由於阿媽工作好忙，離唔開，所以就唔能夠一齊食啦。咁啱佢啲同學就一齊提議，咁熱不如去游水啦。咁我諗到自己翻屋企都係一個人食飯，咁於是乎就打消咗翻屋企嘅念頭啦，就接受同學嘅邀請，幾個人啊一齊去揾游水嘅地方啊。安豐龍一行6個人都係初中生，平時生活費就唔多啦，去正規嘅游泳池呢要使唔少錢㗎。幾個小朋友根本就冇乜錢喺手，於是乎有人就提議啊，不如去河邊游水啦。咁安豐龍都知道喺河邊游水其實好危險嘅，但係佢就諗到啦，可以6個人互相照應嘅，應該就唔會有咩事，而且大家都喺度話一齊去，咁於是乎就去到學校附近嘅彩珠河嗰度游水玩水啦。而彩珠河就係圖門6中附近嘅一條河嚟㗎，呢度嘅水位大概1米左右啦。平時有好多人喺度游水啊，只不過事發嗰日咁啱係高考，又係中午，呢個時候呢條河係冇乜人㗎。佢哋6個人去到河邊之後就開始換泳衣啦，然後喺淺水嘅地方玩啦。咁幾個小朋友玩到攰就準備上岸着衫去其他地方玩啦。但係其中一個叫劉石嘅小朋友，佢水性麻麻。喺安豐龍幾個人游水嘅時候，佢就喺岸邊睇住，見到大家都準備離開嘅時候，劉石亦都上岸準備走啦。但係佢想走嘅時候，發現自己拖鞋唔見咗，左望右望，原來對拖鞋就俾水流沖咗去河中間。咁佢本身就唔識游水嘅，佢只要呢就同識游水嘅同學講一下，幫自己攞翻對拖鞋就得噶啦。但係佢又要夾硬自己嚟啊！佢覺得個水位好淺，就算自己去到水中央都唔會去到浸到自己心口，於是乎就冇嘅人幫手啦，自己一個去攞。但係佢估唔到啊，河入邊係有一啲隱藏咗嘅深坑喺度嘅。喺攞翻拖鞋嘅過程入邊，劉石就冇留心隻腳下邊啦，唔小心就跌咗落深坑度。咁安豐龍同幾個小朋友呢個時候都着好衫準備離開，見到劉石喺河中間叫救命，話啱啱開始就以為佢同大家玩啦，但係過咗一陣啦，安豐龍佢哋幾個見到唔對路啊，就覺得佢可能真係浸親啊，就放低晒所有嘢去河入邊救劉石。而安豐龍係最先去到劉石浸親嘅地方，就用力捉住已經筋疲力盡嘅劉石，然之後游過嚟嘅另一個小朋友黃佳同安豐龍一齊托住幾乎暈低嘅劉石游向岸邊，成班人合力將劉石救到去岸邊嘅時候，大家都以為佢會平安無事，都好開心啦。但係過咗一段時間先反應到，原來安豐龍唔見咗啊！成班人救翻佢去岸邊之後，遲遲都等唔到安豐龍啊！而被救醒嘅劉石就認為係黃佳救咗佢，就攬住佢喺度喊。原來安豐龍喺救援嘅時候唔小心抽筋，游到去岸邊嘅過程入邊頂唔順，亦都嚟唔切出聲，就沉咗落水底啦。大家都未回過神嘅時候，佢已經沉咗落去。黃佳就覺得安豐龍一定係浸咗水啦，於是乎喺附近啊就想揾佢啦。咁同時岸上面嘅小朋友安頓好劉石嘅時候，都四圍去揾大人去幫手報警，就有咗前邊班主任打俾杜秀梅呢一幕啦。但係件事到呢度未結束噶，安豐龍
作為救人嘅人，就竟然獻出生命，就獲得社會大眾肯定同尊重啦。但係被救助者嘅一家唔係咁諗啊！佢哋甚至乎喺安豐龍死咗之後啊，仲要對死者家屬冷嘲熱諷啊！到底係乜嘢一回事呢？咁確定咗安豐龍死亡之後，杜秀梅就帶住安豐龍嘅遺物就留咗喺岸邊悼念啦。咁佢阿媽點諗都諗唔到啊！冇幾耐之前先同自己講過電話個仔，今日竟然連人都冇埋啊！而安豐龍去救人呢個行為就得到當地嘅市政府發放咗見義勇為嘅行為確認書，亦都係公開讚揚安豐龍，同埋向家屬發放咗10萬蚊嘅慰問撫恤金。而當杜秀梅知道自己個仔係因為救同學浸親死亡之後，佢好嬲自己點解嗰日中午冇早啲返屋企，另一個方面亦都為個仔勇敢救人嘅行為覺得好心痛。而之後發生嘅事係令到佢冇辦法接受啊！就係被救者劉石認為係同學黃佳救咗自己，當佢救醒之後呢，佢就同人講得黃佳喺自己身邊，但係原來咁多對眼都睇到安豐龍係主動去救佢先嘅，而且人哋救完佢，黃佳再拉佢上岸啊！而被救者一家就反而矢口否認安豐龍捨身救人嘅呢個行為，甚至乎係話佢抵死啊！呢個時候杜秀梅點諗都諗唔通。而安豐龍死咗之後，同安豐龍一齊嘅5個同學家屬都通過學校向杜秀梅送咗1000蚊嘅撫恤金啦。但係啦，呢一個劉石嘅一家人呢，喺呢件事入邊好似人間蒸發咗咁啊，甚至乎係冇出席安豐龍嘅葬禮。呢一家人啊，佢周圍同人講話安豐龍係抵死，係自己浸死嘅，唔可以怪落佢哋頭上啊！佢哋俾錢呢，唔係賠償金，而係出於人道主義原則嘅撫恤金。呢一點，呢啲說話令到杜秀梅好嬲啊！佢覺得個仔呢死得好唔值啊！同埋杜秀梅亦都對彩珠河嘅管理感到好不滿，因為彩珠河一向水位都好低。突然多出嚟嘅暗坑，肯定係同相關企業嘅違規開採同管理有關啦。喺彩珠河附近，甚至你係見唔到任何危險警示嘅告示牌啊！而為咗同個仔攞翻個公道，杜秀梅就將劉石一家人同開採彩珠河嘅相關開發管理企業告上法庭，要求佢哋對個仔嘅死負責啊！而上到法庭啦，劉石呢家人終於露面啦。而劉石呢一家人露面之後啊，最先做嘅唔係同安豐龍仲有佢嘅家屬道歉，而係想要將件事嘅影響降到最低，唔好俾呢件事影響到劉石嘅前途啊！私底下劉石嘅父母甚至乎向杜秀梅講話可以賠償，但係前提就係杜秀梅必須要撤銷對佢哋一家人嘅控訴，而杜秀梅當然唔願意同呢一家咁無恥嘅人和解啦。當劉石父母攞出錢準備同杜秀梅去做私了嘅時候呢，嬲到爆嘅杜秀梅甚至乎係想將嗰沓嘅人民幣呢一嘢拍翻落呢一家人塊面上邊啊！兩家人一見面啊就爆發肢體衝突啦，私了唔到啦，安豐龍同劉石兩家人就對簿公堂啦。但係法庭對峙嘅時候，劉石同佢家屬仍然唔承認安豐龍係有救過個仔嘅，佢哋一味喺度矢口否認安豐龍嘅作用，淨係承認黃佳救咗劉石，安豐龍係唔小心浸死嘅。但係啦，安豐龍一家呢已經有咗政府頒發有法律效力嘅見義勇為行為確認書啊，再加上安豐龍在場嘅其他同學都願意為佢哋作證，所以佢哋一家人呢最終係勝訴嘅。咁最終呢，劉石呢一家人啊就要賠錢俾安豐龍啦，而且仲要公開向安豐龍一家道歉啊，還死者一個清白啊。同時杜秀梅亦都起訴咗開採彩珠河嘅採砂公司同埋當地嘅水利部門。根據法院裁決啊，呢啲咁嘅部門係嚴重違規，係要賠償25萬嘅損失。咁呢個案件呢，就睇到嚟呢度啦。咁其實呢，都反映咗中國嘅社會係奇奇怪怪嘅。咁譬如啦，你喺街上邊，你夠唔夠膽去扶嗰啲老人家呢？
咁基本上10個有8個都唔夠膽扶噶啦，因為驚扶完之後啊，俾人告上法庭又要賠錢啊嘛。咁所以呢一個呢，就係大陸嘅狀況啦，可能做好事呢，未必有好報噶，甚至乎今次都唔係要人賠償啊，叫人講句多謝啊，人哋都要鬧上法庭啊。而且當時人哋死者個阿媽都冇話要求叫佢哋去賠償，只不過希望一句多謝都要搞到咁。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想講呢？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